大家好，我是议员。在昨天我有做过一个影片，说玩家社群反馈的，也算是策划跟我们聊的东西吧。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在晚一点呢，官方又发布了一个3跟4月加起来的反馈哈。那这个网站呢，我用手机开是开不到的，它一直要强制我用电脑开，所以我觉得可能有些玩家是看不到这东西啦，除非之后官方有发公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版本跟韩国版本有什么差别啊？首先就是英文版本比较容易读了，韩文我是真的不懂，用翻译有些翻译怪怪的。首先第一点，玩家要求官方他们在失落神庙那边增加一个功能，就是我在昨天影片里面有提到的前一日志，只要有新移民进来王国的玩家都会跳出通知，在他们刚移民进来的7天之内显示他们移民的位置。那他这边我可以理解为，就是他不管是有用随机圈层也好还是怎样，都是会显示到他的位置，还有显示他们是来自哪个王国移民进来的，还有移民玩家的名字会不一样颜色，同赛季的玩家用白色，跨赛季的玩家用绿色，定向移民用蓝色。我觉得这个玩家想得很好啦。原本我是想说我们全部玩家都可以看到这个通知，可能会弹在我们自己的邮件里面，可是他这里的意见就是怕打扰到一些普通的玩家，所以就直接显示在神庙那里，你们想要看的话才去看。这里查看位置呢，相信应该也是国王才可以实行啦。颜色方面我不确定，它这里是显示在神庙那里看到名字，还是看他们的城市就有颜色。不过我很支持他的想法，他想的东西想得很好。那我们看一下官方答复，谢谢你的建议，非常贴心。我们实际上正在建立一个新的移民系统，他们目前也确实在搞这前一日志啊，就是昨天我的影片里面有提到的，要大家留意未来的更新。因为我昨天下午发布了影片所以我是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只是我没有想到原文原来是这样子，还有包括颜色的部分。但是这里的答复并没有明确说他们这个新增加的功能可不可以看到位置。那我觉得可以看到位置的话，其实会帮很大的忙，尤其有些玩家是偷渡进来，专门进来骚扰的，就像我之前说过的21扫天事件，他们就可以用这个方式去锁定那个玩家的位置。或许这个功能对于那些捣蛋鬼来讲不是好事情但是对于整个王国来说是比较好的。第二个问题是聊天室的问题，要删除私信还有群聊的信息。他说的应该是撤销吧。官方说感谢建议，他们会逐步改进聊天功能，并且计划很快推出删除信息功能，在第3次更新中。那我本人比较少用聊天室啦，通常我们都是用微信或者是用 DC 比较多，很少会用游戏里面，因为游戏里面的聊天室时常会出 bug。那出 bug 我觉得还不算是什么大事情，它最严重的就是有很多字都不能打，比方说一些比较敏感的字像爸爸妈妈，还有客服账号都不能写，我不知道为什么，还有什么傻叉牛叉之类的都不能写。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喜欢用游戏里面的聊天室。第3个反馈就是征服者之阵的事情，尤其是征服者酒馆，需要消耗的宝石太多了，就算你已经花了宝石，但是出来的奖励也太过随机了，根本不值得花钱。就是那个3600颗宝石我之前吐槽过的。那官方的答复是，我们已经听到了你的意见，我们已经在 1.0.68 版本中提到有关于征服者酒馆的优化。那官方那时候的说法是，之后你选择哪个统帅就只会出那个统帅而已，并且它也不会完全锁定，你要更改也是一样可以更改的。详细的内容你们可以看回我之前的影片说明。老实说，这个不改的话，我觉得大家打仗都没有意义你打来这么辛苦，结果拿到的全部都是垃圾。你选的统帅不会跳出来，反而是那些你已经觉醒的统帅一直跳出来，他妈的。第4个反馈是讲，我们现在加入集结不是有多一个按钮吗？你可以直接替换部队，不需要按退出再替换。不过那时候刚出现的按钮呢，它是绿色的，然后你就以为你没有加到进去。不过现在官方已经改了版本，变成黄色了，就比较容易辨认。这个玩家反馈就是因为不管你有没有放集结，你要切换的时候也是一样是绿色的，他就误会自己没有加入到集结，他希望替换的颜色换成绿色以外的颜色，反正就是不要加入，也就是绿色就对了。不过官方的答复就是他们已经在 1.0.68 版本已经更新了。我觉得这个更新算是很好的更新，所以这种小细节呢，其实都已经很容易满足玩家了。官方也不用讲我每天要出一个很大的地图，出新的 KVK 地图。如果你把这些小细节做好的话，其实有更多的玩家会更喜欢。像这个更换部队，其实我的队友也是蛮喜欢的。第5个反馈，当他每次打开医院的时候，他都是全选部队。这个玩家希望改成就是你打开医院之后，他是默认全部没有选的状态下，可以让玩家自己去选择数目。
官方答复：感谢你的建议，我们知道有一些执政官可能会喜欢这个部分，但他们希望默认选项是大部分玩家比较喜欢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那官方他这里给的理由是，他们根据观察，大部分的统帅都是一次性选择所有部队，就讲比较少会有那种选择1、2个部队去治疗的情况。这个部分我觉得一般一般吧，有些玩家他们是喜欢卡数目，让他们慢慢去治疗。那我本人呢，是因为有时候打仗打到一半时常忘记治疗医院，然后就满了有追过我直播打架的观众应该有看过，我时常会打一下忘记治疗医院，然后医院就爆了。现在我们打仗的左上角会出现提示了嘛，所以我就看那个颜色有没有变，一变了之后我就要马上回去我医院全部治疗。所以我可以理解官方默认全部的原因，并且你是专门丢宝出去接集结的玩家，你应该会更喜欢官方全部都选。接集结的时候是争分夺秒，你一定要看着医院的。假设默认改成全部都不选的话，你还要一个一个部队慢慢去拉，恐怕你的城市的兵全部都死光了。第6个反馈，希望官方设置更多的预设界面，并且是有7个部队，这样他们就可以预设种田、打仗、野蛮人还有打埃及之战。现在我们的预设部队只有3个颜色，蓝色、红色、黄色。根据这个玩家的要求呢，至少要4个以上，而且去队呢都是要等到你的水晶已经开了之后才会显示去队，如果你没有开水晶的话，它都是默认5队而已。这个玩家反馈的东西呢，其实我也是有需求，我现在是默认打仗、打野、打埃及。采集的话我觉得没有必要了，但是打埃及之战的时候，有时候你要变化不同的统帅去搭配，就变成你要去调那个统帅了。而且这个东西官方就算增加了也不会影响游戏吧，而且那些大佬他们用到的位置应该会比我更多吧。官方答复：感谢你的建议，并将在考虑未来更新中优化预设功能。所以这个东西也是确定了会上架，要等之后更新才知道。第7个也是最后一个反馈，希望可以让侦察部队在原地停留超过5分钟，就像万龙觉醒的侦察部队那样，可以在原地待上1小时。哇，万龙觉醒这么久的吗？这个游戏也应该要这样改。官方答复：感谢你的建议，我们计划让侦察部队停留的时间更长，在未来的更新中让侦察部队等待的时间更加灵活。可是这里他们没有说停留多久，只是讲比较长而已。以上就是玩家社群反馈的内容啦，这个才是我想要看到的东西嘛。哎呀，那个韩国版的我都不懂他们是不是随便做出来的，讲到又不是很详细。这里有讲到的一些重点在韩国版也没有出现，并且这里的问题都有实际给出答案，会不会做更改？就算不会更改也是会给你一个理由，有可能是我错怪官方，这个才是他们真正的完整版，韩国版那个可能是随便做的。不过我觉得医院的部分其实官方可以做一些调整。那这个玩家他是讲不要默认全选嘛，可能官方可以在设置按钮那边增加，如果你要默认全选的话就打勾，这样会不会更好呢？可以根据玩家不同的需求而去更改。可是官方这里选的问题有一些是已经更改了，比方说像替换部队的，你都已经改了，你就不用回答啊。还有征服者酒馆的更新，你们都已经发公告了，这里又回答。一般来说玩家社群反馈呢，通常都是7个问题，我不确定他们是不是为了要凑合那7个问题而去选择这些已经更改过的问题来回答。那你们对于这一期的玩家社群反馈有什么想法呢？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期再见。